我找的这件东西，大家要是买回去以后啊，发现自己手里有这类似的，估计你们脊梁上都得冒冷汗。这多少钱？200。省了3的。多1分不给。200。因为这个。260啊。多1分不给。他绝对给，他绝对给我啊！行吗？别走，别走了。怎么样？拿着吧。我看那副本就给你哈。这个双喜棍，那个台，那个棍多少钱？多少钱呢？你就告诉他200多1分不拿。啊，那喜棍那个，我给找过去，给他80的。这个多少钱？他给200，他给200啊，少6分不卖人了，他就给200，200没钱了。那就算了吧。1、2、3，他还得叫吧。亲人，哎呀，这压手啊！我手机给你转账哈。过去了是吧？我拿着了啊。这个回去给大家讲一下，为什么我知道他一定会卖给我。这里边是有事儿，这个了不得。说完了，晚会儿跟大家讲。大家注意听了哈。那么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堂课，寓教于乐的一堂课。那么这个就是我刚刚在地摊上买的一个吸管啊。如果大家也同样跟我一样在地摊上花180、100-200块钱买到一个这么漂亮的吸子罐的话，等我讲完了，可能你这个后脊梁都发凉了。可能很多人说，哎呦，小哥又捡漏了，200多块钱买这么漂亮的一个吸子罐，但是可能大家有所不知啊，这是新的。那么下面我就教大家判断这个东西的辛劳啊，今天看完就能学会。仔细听我讲哈。第一，咱从口开始讲起吧。这个脏啊，过于均匀啊，没有过度摸上去和看上去都有点湿，非常的粗糙摸起来啊。那么这就是一种做旧的表现。那么表面呢它又进行了湿光处理，你看上去不那么刺眼，好像是一种宝光，对不对？所以很难鉴别。但是大家要注意，这2点可能暂时这种做旧的感觉呢就不容易说去看出来。那么有一个重要的一点一招制敌的，我教大家去学习。大家记得小的时候有一种往胳膊上贴的一种东西嘛，一种贴画，弄点唾沫粘到胳膊上，然后再把它撕下来，就粘到胳膊上了。我们会发现呢，接下来以后很多都贴不全，这应该是70后、80后的一代的记忆了吧？那么这个东西同样是，这不是手绘的呀，这都是贴上去的。他呢，先拿一种贴纸贴上去，然后再撕下来，再上油以后上窑里去烧都是电窑和气窑，所以呢非常快贴上撕下来。为了什么呢？为了省人工。您看吗？这些地方都没有印清楚，发现了吗？没有印清楚，印的比较淡，这是其中一个特点嘛。其二，看见了吗？这个地方都出现了断层当时就是贴的时候没贴好。因为我们手工画的话，它不会说贴着这再去画的，你会发现从上面呀找出很多，看吗？这都没贴好的地方都断了。因为手绘的话是不可能出现这种断点的你看吧，它连上边的这种腰斑都给做上了，非常的逼真总体呢给人感觉特别的死板。再一个呢，它没有笔触，笔触是什么？就是我们画的时候的笔触再一个呢，这个胎体也不是拉胚的。为什么说不是拉胚的呢？大家看一下，它这种胎叫灌浆胎。灌浆胎好出现这一种现象，看见了吗？打皱的现象。因为它是有一个模具把这个泥浆子灌进去它不是手工拉胚的，所以整个这一个就是一个现代的仿品。那么咱们对比一下大家看一下，这是一个老的一对比大家就看出来了，它不是宝光了，它有点污浊的那种光。这一个呢是宝光加上内敛，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咱们再看一下这就叫笔触，看见了吗？因为人们是拿手去画的，一笔一笔去画的，那画起来的时候它这个笔深浅就不一样，就会有过渡，有笔触，你看见了吗？您能看出手画的这种感觉来吗？你再看这一个，是不是没有手绘的感觉吧？我经常讲
我说鉴定啊，一定要从实物出发。如果我们没有实物，只看书，无异于啊这个按图索骥啊。那你这个跟书上说的，那你怎么去区分呀？是不是？有很多人说张老师啊，小哥，我经常上博物馆，经常看书，为什么现在经常买到假货呢？那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哈，就好比我们晚上啊爱刷抖音刷美女，是不是啊？一晚上刷100-200个美女，第二天早晨一睁眼，你能记住其中任何一个美女吗？记不住啊，是不是啊？但是其中一个美女，如果你跟她处过男女朋友，我相信这辈子都忘不了。你拥有过，你才能够真正的理解。那么我手里有一件实物，我曾经拥有过啊，是我的东西，我就特别珍惜，那么我就记住了，对不对呀？这是说看博物馆或者看什么学不到的原因吗？还有就是说，哎，我经常我看到一本名著哈，一个大师写的，没有错呀，咱看这个是没有错的。但是有一点大家有没有想过呀？写这个书的人，写鉴赏书籍的人，他是通过自己的思维去理解的，所以说呢，他表达的也是自己对于古董鉴赏的理解。可是呢，100个人呀，有100种想法。我们在看他的书的时候，如果没有实物，单凭去想象的话，那你这个100个人100个想法，我们不可能跟他的思想正好重合。但是手里如果有一件实物的话，你再照着他的书去看的话，哦，原来是这个样子，我们才能学得到。这说明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在学习鉴赏的过程中，一定要有一件真正倒带的实物。那如果说这个东西你不理解，你买了一个假的回去看着书啊，我看的都对呀，啊，有可能玩了一辈子都是个假的，因为没人点你，你没买到真品。大家说是这个事儿吧？那么我们把这两个再充分的对比一下哈，大家看一下，它这个脏啊非常的自然，是有过渡的啊，你摸上去也不这么扎手，而这一个就明显的，你看这个脏，这两种脏我一对比，你能看出来，觉得这个舒服，这个不舒服。但是说如果单纯看这一个，我们就不知道哪种脏为正确，所以一定要有一个对比。再一个，你看这个底哈，这完全是修出来的底，看见了吗？非常的硬朗啊。修啊，修足嘛，咱说经常说修足，拿竹篾啊一点一点修出来的，而这一个几乎就没有修足啊，这是模具扣出来的，可能当时拿东西稍微一刮。再一个，你看它这个材质非常的舒服啊，脏旧也不自然啊，这个脏旧非常自然。所以说不管什么都得有对比，如果没有对比的话，我们很难去学会鉴赏。有很多人可能学了好几年都没有进步，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一件倒带真正的东西去参考。啊，那么比如说我刚才说的交女朋友这个事儿，是不是刷一晚上抖音啊，有可能说啊一个都记不住。那其中一个女朋友，比如说，哎，我找到一个这个你的女朋友就叫嘉庆吧，你认识她了，那么你可能就认识嘉庆的爸爸乾隆了，你就认识嘉庆的儿子道光了，这就叫什么呢？切入点。我们有一件嘉庆的东西，我们可以发散哦，乾隆的是这样，哦，这个道光的是这样，是不是？是这个道理吧？你交一个女朋友啊，她叫嘉庆，她爸爸是乾隆啊，然后他儿子是道光，那这样的话你就都记住了。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切入点的话，那是不好学习的。你比如说我到博物馆了，哎，我一看，哎，这不是我那个嘉庆的席子罐吗？哦，乾隆的是这样，嘉庆的是这样，那我们就很容易去学习了。所以学习东西一定要有一个真正倒带的东西哈，老的东西作为切入点，我们才能慢慢的去学习。那么我为什么说啊，非得买这一个，买个假的干嘛呢？就是为了做这期节目哈，我自己掏钱让大家明白了哪个是真，哪个是假啊。真呀，真东西与脏与新都没有关系。你看，它哪怕很脏，它不一定是老的；它哪怕很新，我们把这些东西都给洗去，看着很新，它也不一定是新的哈。就说我们去判断一个东西啊，一定不要根据它的脏和旧去判断。这是人们固有的一个心理啊，因为我们真的假的都没见过，我们凭脑子去凭空想象。那么咱们来说，你不打眼谁打眼？那这个东西都是人为做的哦，我看着挺脏挺旧的，这应该是老的吧？啊，不是老的。那么我看着这一个，哎呦，还挺新似的。有些人干净嘛，都刷得干干净净的，那你能说这个东西200多年了哦，我刷得干干净净，它就是新的吗？所以说，鉴定一件东西的新老，绝对不以干净和肮脏的程度啊去判断，就是说不以脏和干净为标准啊，要以时代特征为标准。你看这个青花的层次啊，您都能看出说当时那个涂抹的痕迹来，对不对？你看这个有吗？几乎就非常的淡啊，非常的淡，可能也涂抹了一点，但是
跟这个来说，它这个青花层次变化太不明显了。再一个，你看这都化工的青花了啊，完全不一样，没有笔触，对不对？这一节课有点长哈，完全都能听完的，我相信能长好多知识。这个时候也需要沉静的心，如果你的心很浮躁的话，也听不完。世上无难事啊，只怕有心人。我们在接受看似枯燥的同时，其实是一种文化的传播。当我们完全理解了以后，你会发现特别有意思。我给大家大体讲一下喜字罐的由来。据说喜字罐是喜字这2个字是王安石发明的送来。那么上边呢他说一下纹饰吧这种纹饰回形纹其实它是由那龙纹拐的龙转变而来的你看嘛，这回字似的连起来那么下边呢叫缠枝莲。到嘉庆时候你看嘛，缠枝莲带钩子，都跟钩子一样锋利，非常有力度，那么又叫钩子莲。这个喜字也是在嘉庆时候出现的。嘉庆之前乾隆都没有喜字，只有缠枝莲。所以说理论上缠枝莲要比喜字要早一些，这种双喜那么带不带喜字呢，都是那时候非常美好的寓意。缠枝莲就代表荷花嘛，和美美之意又有缠枝，你看延绵不断这就代表什么呢？福寿延绵不断，然后这个香火延绵不断和美美，一生一世这个意思喜事连绵都有这个寓意。那么这一个呢，就是那时候儿娶女嫁家里放一堆和美美放糖果，放茶叶或者放一些当做容器去用吧。那么这是它的来历这些都是纯手绘的呀。我讲一下制作过程那个时候都是纯手工的。你想想，现在距今200年左右了，嘉庆1796年1736到1796 60年是乾隆在位，也就说从1796年往后就是嘉庆了嘛，200年左右的历史了。这个东西制作呢，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从山上去取高岭土我们的那个先辈用大箩筐去筛，再用密箩筐、细箩筐，最后呢再用特别更细的那种布包裹起来，在水里淘成极为细腻的细沙。你看它其实它磨损处你能看出来特别细致这个细沙再去淘得干干净净的弄成一个一个的泥饼或者泥块，放到那稍微阴干阴晾着会有一定的软度。然后呢以待制胚。这个时候呢就有这种陶车，那时候有陶车了，就是转的那种用手去拉胚就是它不是转起来了吗现在制陶的也是延续这个技术，但是手是伸不进去的，你知道吗？所以说呢这2块得分开做，先做底部陶车在那转，我用手捏着拉出这么一块来，上边再拉出一块来，然后呢2个再接起来拼成一个。那么呢再有人专门的修口修底，完全弄成形状了。专业的画师他分工不同就抱着这个罐子画。你说画的密密麻麻的，让我们现代人谁去画呀且得画一阵子了这一天画不了几个。所以说呢熟练的可能能画的比较流畅，画的快。那小工的话你一天都画不一个。你想想这个手工厉害了吧？这也是他贴画的原因之一，因为现代人不想去画了，太累了，成本都不够。然后呢弄完了以后呢再有人去施釉。你想想如果万一画错了这个喜字那就废了，是不是再重新再弄施釉上边罩上一层釉，透明的釉则黄道吉日那个日子一定是好的祭天理地，祭尧神，拜火神。有专门的人再把它放到匣钵里这个东西不是直接放到那烧的，把它罩到里面，放到窑里面去放到窑里面去以后呢，有专门的人去烧火，有专门的人看火焰看火焰那个温度保持在1300度左右你上下温度差的不能太多。如果烧的温度太低就烧不出来如果烧的温度太高呢，青花都能烧飞了，烧没了，这罐子都能烧裂了。你想想那时候烧着这一炉东西简直是太难了。而且那个匣钵放到窑里那个窑里是个密闭的地方，放的地方不一样，由于温度不一样，它青花呈现的发色都不一样。这就说为什么挑一堆发色一模一样的青花很难了。而且器型都纯手工的，所以说你买到一件老的东西就是全世界唯一的一件东西，它就属于奢侈品，纯手工打造的奢侈品就跟马未都马老说的似的，你现在背个 LV 包，背个什么爱马仕你就觉着好，我这是奢侈品的，其实那都是批量化生产的，这才是我们真正老祖宗的奢侈品目前来说的话你想想烧几天几夜烧完了以后呢
再则黄道吉日，祭天礼地，祭尧神，拜火神，开窑，然后把下巴打开，百里难成其一二啊。我这说的都特别简单，其实实际比这个要复杂太多太多了。我这样一讲，可能大家就理解了。这个是目前啊，我们现在还能买得到的啊，清代嘉庆距今200多年的古董里边哈，比较实惠的。一般情况哈，2、3千，好点的3、4千啊，普通点的哈，可能1000多啊就能买得到。晚清的就更便宜，这属于清中期了。所以说啊，现在目前属于价格最合适的哈，留到家里穿戴也是不错的。有的不带喜字哈，也是满工的，非常漂亮啊。有的是带喜字的，喜字的一般来说的话就会略晚一些，但是也是很漂亮啊，各有所好嘛啊。有时候是个缘分，有什么样的就拿什么样的。这一个目前啊入手还是非常好。这些东西70、80年代都块8毛一个啊，到了后期你想想现在啊都动不动2、3千了，我相信用不了多少年，这些东西可能都得过万，因为现在仿品都出来了。10几年前是没有仿品的这玩意儿，因为那时候便宜啊，几百块钱都不够仿的。但是如果说现在人们按照古法啊去做这个东西，我说的那个过程去做的话，我相信烧制出来这个东西成本都得过万了。所以说有时候古董更具性价比，为什么呀？因为人工成本都省去了，关键是我们买到的还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啊，放到家里非常的雅致啊。今天讲的特别多哈，所以说，哎，我给大家讲了以后啊，做一个视频啊也不容易哈，滔滔不绝啊，嗓子都干了，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啊，能够学到东西啊，跟小哥啊长知识。为什么我们中国的艺术品得到全球人信赖和认可？因为我们是中华文明5000年是唯一一个没有断档的国家。咱们经常说4大文明古国：古印度、古埃及、古巴比伦、中国，只有中国前面没有加古，因为是我们上下5000年文化没有断档的原因。很多人说上下5000年，那不是10000年吗？不是，这个上下5000年我也普及一下，它指的公元前、公元后2000多年，这样加起来是5000年，大家明白吧？所以说呢，你像我说的4大文明古国前面都加古，因为古巴比伦呀，就现在伊拉克附近早就没有了。古印度也不是那个印度了啊，疆土都不一样了啊。古埃及也早就没有了，现在的埃及也不是原来的埃及了。只有我们中国5000年文化没有断档，我们的中国还是5000年原来的那个中国，你说厉害吗？所以说，只有文化才能让民族继续强大延续下去，这就是我们中华文化或者说中华文明的魅力之处。我刚才讲工艺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注意啊？这个东西多么来之的不易啊，多么来之不易！我们现在哪有人说再去说这么用心的去做了啊？我们现代人是越来越懒，我们现代人喜欢明清，明清人喜欢宋元，宋元人喜欢战汉啊，宋代人喜欢战汉，战汉人喜欢商周。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人们都是纯手工用心去打造的，而我们现在的人呢是越来越懒，都机械化了，所以呢人文的东西就少了，匠气就少了，匠人精神就少了，这也是我们喜欢古董的原因之一。我是收藏小哥，喜欢收藏背后的故事，请关注我，给我点赞，我们下期见。真是天有不测风云呀，出来的时候天儿挺好嘞。你看这个瓶子，瓶子呀，哦，这是个新的呀。新的啊，咱也就你看讲，你看讲究。行。你看这玩意儿。这些年份都不长，哦，有个说10几20年啊，这个碗稍微长点，30来年。哎，这个老，这个老，清代的呢，说仿铜钱儿，不过做的太破烂了。还有别的古董吗？不用，抽烟吗？不用，来个。哎，好，听不见。听不见，拾落费。哦，啊，
不容易。哦，明白。光俩锅。哦。有老妈煮过来。好嘞。喝了个胃结石。哦，胃结石身体不大好。大姨嘛。哦。喝点玩儿了。哦。这个哑巴和他，还有说要出去干活去，这个小孩儿我这个哑巴说不好欺负嘞，这个哑巴就嫌哑巴，嫌老妈妈。哦，这个大哥一直伺候他妈，这是他儿子，然后还得照顾他，他也没法去出去打工去。就是啊，你这么今天都去都走吧。他也不困难。是。那个小芳，你没钱，你不能出去干活去。我再看看你那不中。我老还看着有点看着不仔细。老太太60多有血压高，1到99。对。哎呦，那说明你伺候的很好，就吃就高寿了。见面就干点活，那都姓施啊。干一点活，那打针的给人送药，那个他给他送。那我也给你接着说，反正呀，我还明年，这还有病呢，有病不太愿伺候了，他们到这个地方，是吧？哎，自古仁义忠孝不能两全。这我刚才看走眼了，这是老的，这是古代的那种玉壶春呀，系蓝的，系蓝描金啊，上边你看还有龙纹呢，这个能值钱。这个碗也挺好，你看上边还有双蓝圈，哎，你看这个茶碗也挺好，你看，单独一个耳朵的耳杯也挺好，这个下边还写着这个春晓 Made in China。匣子也是老的，这匣子清代的，那时候存钱匣放铜钱的，这叭往里放铜钱。哇，这不容易。哦，这是村里给你盖的。这里还好，你拿着。我就直接拿着，看俺走了。行，你回去吧。留步吧。留步吧。我经常说，收藏之道在于细，比很多藏友都不理解。我这种现在的酒瓶子，用现在的晚清的破盒子，你要这个干嘛？根本值不了。你不如说给这个大叔点钱你走，可能有很多非常传统的这种大叔，他们具有的那种美的那种细心的感受上，就算你白给的钱，他是不会要。有些时候，往往一件小事啊，平凡中感动他人，感动自己。我相信今天我的工作是全世界最宝贵、最珍贵的。我是收藏者，喜欢收藏，我收藏自己。
拿书啊，家书四壁，咱再给它留下来，因为咱拿着也没有用。不稀是吧？这种你卖多少钱？这东西卖什么饭？你多少钱收的？讲的。捡的是吧？给你50块钱行吗？我不干。哎，你刹住车。都是你捡的呀？哎。还不能。你这太扯！我这一对给你100，要吧？我喜欢这种东西。行，那我拿着。挺好的，就是您甭，大妈，我看您也不容易。行了，谢谢。我知道有时候您那个什么，这100是我给您的。哦，可真的漂亮。哦，好真的。我拿着买点东西。可真的。拿着买点东西。不是，您就太实了。哎呦，谢谢。你捡这个也有时候也买不到。啊，谢谢。那您慢点哈。我们再去。哎。慢点哈。啊，谢谢。谢谢你。这东西还真不错啊。有时候啊也是没办法，遇到一些老人可能不是很懂，你给他多了，他未必要，可能能把人吓着。有时候有一些喜欢这个东西嘛，因为毕竟我是从一线出来的，有时候叨叨收到一些东西，甚至说不当好玩。其实我们不懂艺术品，甚至文物都是从民间出来的。这一个包浆啊太厚了啊，如果说这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价值呢，就当是帮大妈了，因为也不容易。如果说呢这个东西清理出来啊很精美呢，那就当咱捡个漏。我先不说怎么着，我回去刷洗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咱走。那么经过一个下午的专业清理终于清理干净了。我们共同见证着震撼的时刻。一件老的银器到底有多美？银器除了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辟邪、保健乃至于试毒之外，它其实真正的美在于静而不宣，宝光内敛，有繁缛坚韧的工匠精神传在其中。中国的艺术品都是有功必有义，有义必吉祥。4个蝙蝠中间团寿，密密麻麻的鱼字纹，寓意福寿延绵，多子多福。边上有这种传统的3角几何形的合带纹，中间的一条旋纹。老的银器之美没有金器那么富有，它给人的感觉就是肃穆、纯净、简洁之美。银在古代都是贵族使用老的银器经过时光的荏苒，把其推进，留给我们更多的是一种历史的厚重感，给我们深深的文化上的震撼和一种视觉上